陈敏、刘琳，你们的指数合格，可以去献血了。薛珊珊，来了。薛小姐，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我怀孕了？你自己看看吧，你的 hCG 指数有多高？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恭喜你。 我居然怀孕了！我还以为那次手术之后不能怀孕了呢。啊，我怀孕了！我们推出的虚拟货币跟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比特币非常类似，但是呢，又不太会像比特币那样大跌大涨，同时，也要比网络上的虚拟货币更有真实性。货币的通行锁重防火墙，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如果账户货币被盗的话，我们能提出合情合理的赔偿或解决方案吗？是啊，我们要不要研究一个补救方案呢？ 对不起啊，珊珊。我们结婚吧。你带珊珊献血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最重要的是你没有一直陪着她。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风月，你太没有责任心了。风月现在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又得挨一顿骂。近期我准备要结婚，今天晚上你和严星过来一下，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好了。幸好是那个护士细心，如果你要是真的怀孕的话。 你知道献血有多危险吗？对了，婚礼的事情我交给风月来处理。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没有。我能有什么想法呀？你们家那种婚礼哪是我搞得来的？ 怀孕的事，先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你想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有了孩子，所以才要结婚吗？那就不要说了。这个世界对男女天生的不公平，奉子成婚对男方往往没什么，女方就有可能被说闲话。 尤其是我们差距这么大，风腾是在保护我吧？我整个脑袋现在还在乱哄哄的，仓促之间，他竟然什么都帮我想到了。哎，我还说呢，怎么这么天大的好事儿，竟然是风月告诉我的？风腾，你这哥们儿你怎么当的你？啊？
还有你珊珊，这个风腾是怎么跟你求婚的啊？你怎么就能答应他呢？像这种事儿啊，你应该跟大伙儿说，我们一起帮你出个点子，整整他。就是。哥，你怎么突然就要结婚啊？不要说你是在医院向人家珊珊求的婚。我是来跟你们讨论婚事的人，不是来接受盘问的。地点的确太奇怪了，不过话说回来，那并不是求婚吧？那怎么行？我已经答应人家丽叔要帮他准备婚礼了，现在你突然就要结婚了，那我怎么忙得过来嘛？哎，你们是嫌我特别闲，给我找事儿做，对不对？结婚是大事儿，必须得一个一个来。盛琪和丽叔的婚礼推到半年后吧，我在过完年之后马上结婚。啊，那3个月时间都不到啊！啊，珊珊，这个时间很敏感哦。哎，珊珊，你是不是过了3个月之后不方便了？明年公司有几个大项目，如果这样忙下去，1年马上过去了，所以我希望在2个月之内结婚。侯爷，你如果觉得时间太赶的话，我可以找婚庆公司来办。那怎么行？我已经想筹备你的婚礼好久了。明天呢，我就找王叔去趟苗府，我们去找几棵喜庆点的树，把院儿给装饰一下，再把大门给重新粉刷一下，这样就喜庆了呀。最重要的是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哎，手机借我。啊。还好婚礼的细节让风月兴致盎然，让他忘记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们就要结婚了，感觉有点不真实。哇塞，盛琪怀孕了，真的假的？啊？是谁啊？盛琪，就是那个女演员啊。是吗？是吗？哎，听说怀的是上杰集团的公子哎。没想到遭到了上杰集团的官方否认，据说还要验 DNA。哎，男朋友一家人躲起来就算了，居然给这么正式的回应，太难看了。不会吧，我还挺喜欢盛琪的呢，没想到他演技那么好，眼光那么差，想用一个孩子来套住他，简直脑残啊！可是上杰集团那是100亿集团啊，就算套不出一个败家子，那就生一个孩子，套住一整个集团嘛。就算不结婚，怎么着也得拿上几个亿吧？对哦，这话有道理。哎，那这个给你，这个我拿走了啊，我先走了啊，拜拜。嗯，拜拜。只要差距大，大家就都会觉得高富帅身边的女孩子都是有目的靠近的。怀孕也是一种手段。哎呀，不知道风腾心里有没有过一丝丝的念头，我想用孩子套住他。下午记得请假，去检查。珊珊，怎么了？肚子不舒服吗？啊，没有，吃太饱了。哦，我先走了。嗯，好，一起去。徐小姐，你没有怀孕啊？啊？没怀孕？那头2天我去献血，验血的护士说我怀孕了，还说那个 HCG 过高什么的。化验单你带了吗？带了。HCG 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啊。是什么呀？你今天的化验单上 HCG 是正常的，或许当天你体内的激素过高。曲小姐，你有没有在服用激素？没有啊，我有好一阵我连中药都不吃了。那曲小姐，你想一想，化验之前你有吃过什么？吃什么？
是有同事给了我几个蛋黄派吃。那估计就是这个引起的。医生，你确定我没怀孕啊？没有。可是我最近确实感觉到身体会累啊，有点累。那有时候啊，要适度一点，节制一点。下次你怀孕，我们不来这一家。绝对不来，吃坏东西就以为我怀孕了，搞什么乌龙嘛！哎，不过幸好我没有跟更多的人讲我怀孕了，不然我就不光只是在医生面前丢脸了，我还要一一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怀孕。想象力丰富的，肯定还以为我因为上次那场大病，我就怀不了孕，留不住孩子了呢。我说你怎么只想自己啊？其实这样我也很辛苦啊。你辛苦什么呀？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就要弄假成真，努力让你怀孕。你说我辛苦吗？以大老板的个性，如果广而告之，结果却发现没怀孕，他的确干得出让我赶紧生一个这种事儿。哎，好吧，我没怀孕，应该觉得更幸运了。哎呦，怎么那么多呀？哎，你说我哥跟珊珊那么着急结婚，不会是珊珊已经有了吧？不会吧？珊珊如果有了的话，一定会告诉你的呀，让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注意。哎呦天哪！我刚看这些喜帖，看得我眼睛都花了。也是，既然没怀孕，又何必赶着结婚呢？你什么意思啊，冯大小姐？哦，你希望你未来的嫂子在婚礼上穿孕妇装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去年医生说，珊珊动了手术之后，可能还要调养几年才能怀孩子，兴许还，哎呀，都不敢想。你怎么想这个呀？珊珊跟封腾的感情这么好，哦，那人家不怀孩子还不能进你们封家大门啊？哎呦，我的好丽叔，你就尽管责备我吧。我知道啊，我这样说特别的不对，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父母死得早，我哥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独子，我当然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啊。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跟你说，珊珊还这么年轻，来日方长，这以后啊，珊珊一定会给封家生一个白白胖胖又不爱挑食的好宝宝。但愿如此哦。来。啊，还有这么多呢，我选呗。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挺喜庆。昨天发现自己怀孕，今天又发现原来没有孩子。短短的时间里，我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投入了感情呢。可封腾怎么都没有一点失落？没有孩子，他就这么轻松吗？你不喜欢小孩啊？为什么这么问？就好像有没有孩子，你根本就不在意。有孩子我开心，没有孩子我也开心。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孩子而结婚。况且你现在太小了，现在让你当妈妈，我不忍心啊。我怎么小啦？我那些同学全部都当妈了，我
我今年都23了。23？你还太小了，可以再多玩几年。是你自己想玩吧？我是想玩啊，不过我玩什么呢？风腾，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装什么蛋黄派呢？你饶了我吧，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为了穿礼服好看，我要节食，所以我要控制。问你个问题啊，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阿佳。他给你吃蛋黄派的呢？还是阿佳。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阿佳的人是糊涂了点儿，但是他挺好的，工作也很认真，也很努力。没什么，他该……恭喜你成为心动游戏的出纳组长，能从助理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你可是第一个，一定要好好表现。我一定会的。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上次误带违禁品到了封家老宅，让我们有机会交往；这次吃蛋黄派，误以为怀孕，让我们准备结婚。风腾说，阿佳是另类的媒人。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我会成为风太太的闺蜜嘛！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要不要结婚。毕竟风腾是因为我怀孕才想跟我结婚的，但是搞错了，没有怀孕。那他有没有暗示你他不想结婚了？没有，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他还说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对呀，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这不就对了吗？你担心什么呀？可是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因为结婚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这想也知道，你跟风腾2个人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还有礼服，然后出现就可以了。对啊，你又不懂什么名牌，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风月也有2天没有联系过我了。哎呀，你想啊，这风家的婚礼怎么地不也得筹备个3、5个月呀？这才2天，才哪到哪儿啊？哎呀，你们就别取笑我了。哎，其实我想过了，如果过段时间风腾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不结婚了。我觉得也挺轻松的，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到现在我还不确定风腾是不是想结婚，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结婚。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又犯老毛病是吧？哎，你可别忘了，你未来的老公可是风腾先生，你将来的生活只能越来越好。你犯什么愁呢？哎，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婚前恐惧症？
就是婚前思想紧张、思想混乱，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又想到婚后的生活非常没有自信，怕对方不爱我，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该怎么办？就是胡思乱想。啊，是这样吗？哎，你这么着，坐直了，右手拿起来，放到这儿。45度，问问自己，你爱风腾吗？这还用问呀？当然爱了。那就接嘛，你还想什么呀？既然人家风腾说了要跟你结婚，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生活的另一半，对吧？你就踏踏实跟他结婚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呀？其他的事儿，不结婚光想象也遇不到。哎呀，我怎么说了这么精辟的话？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来，好香啊！哥，你快看啊，这是3家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啊，快看一下。你跟珊珊商量一下，喜欢哪一个？不是说让你说了算？我可以做决定啊，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你必须给我意见。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爷爷去世之后呢，你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我一直都很担心的。但现在好啦，1年的时间，我哥找到了女朋友，而且呢就要结婚了。婚后再给我们添一个小风腾，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结婚以后，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为什么珊珊太小了。？20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等到80多岁再生啊？不会是珊珊身体还没好吧？风月，我知道我的责任，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封家的传宗接代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不是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直接告诉我。珊珊，她还能够怀孕吗？当然可以。我回来啦！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月月，你也在啊？哎，来，快，这边儿啊，你们在聊什么呢？聊你的婚礼呢？看一下，这是3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你看一下喜欢哪一家，好漂亮，明天就可以告诉我啦。啊，明天？如果太赶，婚礼可以先缓一缓。你不是说今年的集团事情特别多，明年开年就要结婚吗？我是说如果的话，不想你们太累。哎呀，那早结晚结都得结，都得看，是不是？来看一看喜欢哪一种，比如说有粉紫色，有蓝色系的，还有绿色、白色，还有地中海色系的，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红色也不错，特别的喜庆。还有呢，哎，我们的这个水晶灯，我觉得太漂亮了。要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水晶灯，感觉真的像是打算将婚礼不了了之的前奏啊。特别的多，有玫瑰的，有粉色的，这个叫小王子。阿妹，还没去吃饭呀？大碗在吗？在。珊珊，等会儿你陪大老板吃饭，麻烦吃久一点。怎么了？计算机有点宕机，等会儿大老板又要看客户和厂商的资料，不过还算好，这些政商名流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了。不过最近公司好像没什么大活动啊，怎么突然要这些资料？珊珊，不会是你和大老板要结婚了吧？没有，你别乱说啊！
阿梅，电脑什么问题啊？快来，帮我看一下。哦。快帮我看看，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千万不能弄丢了。啊，拜托，交给你了啊。已经在搜集宾客名单了吗？所以还是如期举行。封腾的婚礼对集团来说是件大事儿吧？肯定得搞个公开对外说明什么的。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封腾，那个结婚日期定好了吗？大概需要几天呀？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朝闻风月。不过不急。不急是什么意思啊？不急着请假，还是不急着结婚呀？封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也没有说不。到底想不想结婚呢？怎么样，风月？是这幅好呢，还是这幅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错，刚才看了一下，就这个还不错。戴头上跟王后似的。但这个要把头抬起来，没问题，真的。好看吗？哇，我们的美珊珊真的是闪闪可人爱呀！这件还不错。哎呀，好漂亮啊！不过这个腰啊粗了一点啊，得收，起码得收10公分。珊珊，你看我，看我笑。哎，你觉得是这一件好，还是刚才那个立体褶花？立体褶花的太复杂了，我觉得这个简单清纯。也是。哎，我觉得这个肩线有一点太宽了，整个这个地方都得改，对吧？你转过去，珊珊。从这儿到这儿，整个都得收紧，太宽了。收紧，然后腰线提高 ，OK 吧？应该可以。再转过来看一下，转过来，珊珊。珊珊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哇！啊？哦，你要不先去休息会儿？啊，真的吗？看看你的去。那个梅丽老师只要你带了这几件。啊，是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明年春季的最新款设计。我觉得这些作品适合度也有限呢。哎，要不这样吧，让珊珊跟我一样，让梅丽老师定做，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女人婚纱本身就是应该定制的。但你知道梅丽老师她得提前1年预约，很难约的。明年你们春节就要婚礼了，你说怎么办？没事儿，我来跟她说。我跟你说啊，先让她呀跟珊珊见一面。梅丽老师这个人心最软了，一看到新娘子手就痒。珊珊，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珊珊，睡着了。筹备婚礼挺累人的吧？但新娘子啊，千万不能让自己累垮了，不然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气色不好。这里有一个医生特别有名，性格，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调养的身体。你还记得你出院之后我给你的药帖吗？都是问他要的呢。所以呢，今天带你过来认认路，以后你就自己过来啊。没事的时候，请他给你把把脉，开几副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哥，你开会回来了？是啊。
风月带我去看了中医，开了点药回来调理身体。我带他调理身体去了，医生都说了，母体养得好，孩子才能生得好。不是。风腾为什么要生气啊？之前也说不急着生，到底是怕我真的生不出孩子心里难过，还是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生小孩，不想结婚？真是不想邀请，尤其是那个叶董事，我还得千方百计想办法跟他说为什么他不能做主桌。还有，我还要打个岳阳电话去告诉风腾的客座教授，让他过来做主婚人。我也很头疼啊！哎，你们说那个，出版社跟作家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个有学问。那个明月出版社跟繁星出版社的社长是死对头，不能放一起。还有那个白小雪跟吴佩书，他们两个是情人变仇人，更不能放一桌。我知道了，所以我才头疼。哎呀，你说我不是新娘子吗？大家可不可以在我的婚礼上一笑泯恩仇？是不是你们把事儿想得太复杂了？人家有这么事儿吗？如果是这么事儿的人啊，让他们自备盒饭。哎，你能不能不要说那么没有建设性的话？哎，对了，我有个办法，把这些特别事儿的人啊，就安排在我朋友那一桌啊。我有很多朋友连中文都不会说，只会说英文。好办法。这个主意特别好。哎，哥，你有没有那些只会讲英文的朋友啊？你要多少？要多少啊？最少2桌吧。凑2桌，讲英文。郑琪，你请了柳薰小姐啊？是那个柳薰吗？柳薰？我没有请柳薰啊。谁是柳薰啊？哦，郑琪的某位前任。嗨，你没看清楚，你看。柳薰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号，我邀请的是 Jerry 把柳薰带过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了。Jerry 跟柳薰现在在一起了，所以你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是吗？没有啊，没觉得可惜啊，他俩挺般配的。他现在是我好哥们的女朋友。哦，好哥们儿，据我所知是那种1、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吧？对，就是1、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我跟柳薰也好久没见了，我肯定不会邀请他。风腾，是你邀请的柳薰吧？我没有啊。没关系的，可以补上。哎呀，我以为某些人跟我说他跟他的前女友都断干净了。断干净了，断得一干二净啊！别因为这事儿生气好吗？那不然你要怎么样？要不然我不请 Jerry 过来，或者说跟 Jerry 说让他赶紧跟他女朋友分手。别因为这件事无理取闹嘛，对不对？哦，我无理取闹啊！我就是不想柳薰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的婚礼。我知道你不想柳薰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但是你说那怎么办啊？那我们都快结婚了，柳薰也有男朋友了，你因为这件事闹，那就真的是你不对了。哎呀，我不对啊！哎，我的婚礼。我老公要把他的前女友带到我的婚礼上来，然后我老公觉得无所谓，我还不能发火是吗？郑琪，我不管你是不是邀请了那个 Jerry， 我也不管那个 Jerry 到底带多少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婚礼上就是不想看到柳薰小姐。OK。他们俩没事吧？放心吧，他没事。来。哎呀，好险哦！幸好你不是丽叔的新郎。
你怎么那么坏啊？那我们还要不要请柳勋啊？比起快要结婚的我们，还要半年才步入礼堂的郑琦和丽书，跟风月积极地讨论着每个细节，感觉上我们的婚礼反而像是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顺便规划出来的。怎么样？还不错，你尝尝。是不是太甜了？可是我觉得宴会上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喂，哎，是我，你说。什么？为什么？可是我之前跟他说好的呀。你让梅丽老师打电话给我。怎么了？风月，那个梅丽老师的助理打电话跟我说，他答应帮珊珊做礼服，但是之后他要着急去欧洲，他把我的设计图给别人做。你说我怎么办啊？时间快来不及了。怎么会这样啊？不是说好的吗？郑琦，你在干嘛？我分工合作啊，我挑酒。我婚纱都没了，你试什么酒啊？那你们忙你们的，我也帮不上忙啊，总得定一项吧。我什么都不管，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管。婚纱没了，他连你看他有着急的样子吗？不是你这样生气也得莫名其妙。不是我可以不着急。我也在订酒啊。虽然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吵吵闹闹，但是我跟风腾实在安静得太可怕了。我们私下从来没有针对婚礼讨论过任何事情。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石小姐，药熬好了啊，谢谢。不用喝。为什么？来了来了，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打算暂停婚礼，还是根本就想取消？你又没病，喝什么药啊？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不是中药。所以，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啊？刚结婚的两个人，本来就应该过一段二人世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什么意思？那如果磨合不来呢？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生的小孩长什么样啊？没想过。不过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像我。哼，大老板，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像你呢，一点都不可爱。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像你，像我比较可爱。很快这个年纪要过了，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妈说一下跟风月结婚的事儿？喂，珊珊啊。喂，妈，是我。你在忙吗？哦，还好还好，就在烫一条裤子呢。你怎么样啊？哦，我挺好的。那个，你有没有跟爸提过我跟风腾的事儿啊？哦，还没呢。
会的，会的啊，我会跟他说的。他就在我边上。原来爸还不知道风腾，这下子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喂，珊珊，你怎么不说话呀？妈，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儿，先不跟您说了啊，改天再给您打啊，拜拜。哦，好好好，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珊珊让你跟我说什么啊？哦，让你当心身体，多保重，还能说什么？没说喜欢他那个男人的事啊？没有没有，年底了，他公司忙着呢。薛珊珊，都要结婚了，爸还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呢，这样真的结得了婚吗？今天的菜不合胃口。没有啊，没有，我是在想，我是该带你回老家看我爸妈呢，还是把他们带来上海？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是啊，那是什么时候呢？不急，等婚期定了再说。问题是，婚期要什么时候才会定下来啊？珊珊他爸，这不年底了，咱们家是不是该粉刷一下呀？不用了，每年都这么过来的。粉刷什么啊？打扫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那珊珊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啊？哎，这样不行，我得给圣山打个电话了解清楚。哎呦，你这急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这女儿谈恋爱找对象，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不可以吗？我就上次听你说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我是怕女儿受骗，我是保护她，你知道吗？哎呀，你冷静一点嘛。那你还记得上次珊珊生病开刀吗？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亲自照顾到她出院。那珊珊也是看她这么真心的对待自己，又不嫌弃她生病，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嘛。可是这个好了，咱们家不粉刷了，你就当我没说过啊。哎，说不定没几个月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是吧？其实你就让他们俩交往试试看嘛。你干涉这么多，珊珊30岁了还嫁不出去，可怎么办？怕什么？30怕什么？那这样吧，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一看。这个，好吧，那我让珊珊暗示她一下啊。哟，这带回来是不是显得珊珊太认真了？咱们珊珊可不能主动提啊。要不让珊珊自己做决定吧，好吧？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哎呦，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那总该相信女儿吧？珊珊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是吧？那些财大气粗的，她还看不上呢。哎呦，好了，别想了，啊，算你的账啊，算你的账。哎。
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要真告诉他和大老板交往，这屋顶还不被他掀了。唉，珊珊，你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呢？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你说我不说话吧，嫌我漠不关心；说了呢，又嫌我挑剔。他说啊，他一生只当一次新娘，得谨慎。那我不只当一次新郎吗？丽叔他一向很有主见，你不是就喜欢他这一点？你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倒好，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珊珊呢，又那么好说话，你说你这新郎当的怎么就那么轻松呢？啊？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你说我郑琦谈恋爱至今，累积了多少经验？就没有我猜不透的，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孩。就这个袁丽书，她到底想什么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个性，你只要跟他道个歉，一觉醒来不就没事了？我还道歉啊？哎，这个你知道啊？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我跟他道了多少歉？反正都这么多次了，你也不差这一次。再说，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哎呀，我可真是羡慕你啊！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什么都听你的。这个薛珊珊啊，是真的聪明，懂得给你留面子。哎，私底下也不跟你吵吧？命好啊！关于这次的意向，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好，等防火墙的全部计划我整理好以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汇报的。好的，好的。好了，那几位留步吧。啊，那辛苦你了，薛小姐。不辛苦。那您慢走啊。再见。好好好，再见啊。大老板，还顺利吗？算顺利吧。说实话，我还有点紧张。大集团里果然是人才济济，大家的思维都很缜密，我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呢。封腾，哦，在这儿没有人，我可以这样叫你吗？当然。既然碰见了，我想多跟你聊几句。自从珊珊动手术以后，我很明确，你是完全可以保护她的人。但说实话，珊珊最近有一些顾虑，毕竟你们俩是因为孩子的事才决定结婚的。但是呢，现在珊珊又确定没有怀孕，我们都很感动。你还是负起这份责任，说要跟珊珊完婚。但是你知道的，女孩子嘛，总是会想的比较多，她会考虑你究竟是因为有了孩子而要娶她，还是因为真心爱她而娶她。虽然珊珊嘴上没有说，但并不代表她不会想，不会期待。我好像说的有点多了。不会。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好像有没有孩子，你根本就不在意。我可真是羡慕你啊！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什么都听你的。Sometimes you wond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丽叔，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人。唉，但就是你的坚强好胜，所以你常常忘记，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给你依靠。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有什么音乐，喝什么酒，吃什么糕点，我都无所谓。我只在乎你。 我也在乎你。之前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其实我就是想让我们的婚礼有一个完美的记忆，不想留半点遗憾。所以，那我在乎的是不是也应该是你在乎的？当然，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有半点遗憾。 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真的？啊，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只要婚礼上有你，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 凤腾，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说。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你还会跟我结婚吗？如果不是你怀孕了，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如果你还不想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还有我们的未来，没有丝毫的期待？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的陪着你。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我怕你处理不来，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其实在我心中，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我不是冷漠。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它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薛珊珊，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你愿意嫁给我风腾吗？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珊珊，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律师。哦，张律师好。你好。坐吧。哎呀，你看啊，这一眨眼，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你都要成家了，你看，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该多高兴啊！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好。哎，总是大喜事儿。好，不说这个，咱们说正事儿吧。这个婚前的协议呢，包括2个部分。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那么，风先生跟我说，昨天呢，他已经给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关于这部分，你没有意见吧？是啊。那好，这里呢是赠与协议，它包括了风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商铺、珠宝首饰、股票以及股权基金，这也是你和风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这么多，而且昨天风腾没跟我提这些呀。哦，当然了，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还包括我们风先生这位动产。张律师，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你说的没错，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应该属于动产。但是，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跟风先生比起来，他们不就显得
向不动产了吗？为什么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所以呀，小姑娘，你可要好好经营哦。这些呢，我也只是说个大概，你要仔细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来问我。这么厚一堆，从哪里看起啊？我只签这一张。这一张？这……张律师，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好，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我去打个电话。让你签这些，不高兴了？没有，没不高兴。那为什么不签？是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没说有其他的。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主协议我没有意见。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你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不是，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但珊珊，岁月太长了，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你拥有这些，我可以少一份畏惧。风腾，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为什么？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再说了，我是跟你结婚，又不是跟钱结婚。没有你的话，就什么都有了。如果没有你，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签这些，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你只有我了。妈，我要结婚了。